嗨，我陈武啦，欢迎来到数位宇宙。大家觉得什么样的真无线耳机才称得上是电竞等级呢？对严格的游戏玩家来说，只给低延迟模式那肯定是不够的，至少得比照大耳罩的电竞无线耳机，不仅延迟要低，还要保障跟队友开语音通话时自己听到的音乐品质不被影响。而目前只有额外附发射器的真无线能做到这一点。一般直接用蓝牙连接的款式啊，打开语音后，游戏音效跟音乐的品质就会受到蓝牙频宽的限制而大幅下降。玩家们想必不想遇到这种状况吧？当然，像我坚持不开语音就没这毛病。那我们手上的 X-Round Aero Pro 低延迟降噪耳机，虽然没宣称自己是电竞真无线啦，却做到了前面所说真正的电竞等级。究竟它有哪些特色？我们边看边说。外面的雨下的挺大的。Aero Pro 在规格上采用新的蓝牙 5.3， 具备 Class 1 连线等级的它，搭载的是联发科旗下达发的蓝牙晶片，算是台湾 X-Round 与台湾发哥的强联手。之后也会透过韧体更新，支援 LE Audio 下的 LC3。那身为 Aero 的升级款，这代有新增主动式降噪，续航也提升为9至27小时。先来看它的外观 ，Aero Pro 充电盒从扁平状调整为类似 Volca 的造型，棒状耳机也缩减至 Volca 的大小，并新增入力耳侦测。可以发现 Aero Pro 由里到外的设计几乎都是与自家 Volca 共享相似的 DNA， 仅在耳机保留上代标志的多利多兹，我是说三角形元素。其实细分之下，它两个修饰线条有点不同啦，塑料表面的处理也不太一样。像 Aero Pro 摸起来比较有阻力感，没那么滑，所以说手焊在上面依旧算显眼。好在刮痕变得比较不容易看出来了。接着在佩戴感上 ，Aero Pro 的体积比上代缩小了30%，所以耳朵不会被塞得满满的。5克左右的重量，即使9代也没有负担。与同腔体结构的 Volca 一样走舒适小耳机的路线，它同样也内附舒适耳塞与低音耳塞2种供玩家替换。目前看到这里，新观众可能想说，这耳机看上去是挺酷的，没错。但老观众就不忍了，那 Aero Pro 不就包着 Volca 的皮，褪去这层皮后，它究竟是 Pro 在哪？其实 Aero Pro 搭载更新的 X-Round Low Latency 零感延迟技术，开启超频游戏模式后，能做到45毫秒的超低延迟，比 Aero 的54毫秒还要更快。当然，这数字是只计算蓝牙方面的延迟，不包含设备端像手机上的延迟。但上代即使摆到现在低延迟表现还是我们实测过的第一梯队。别看新的 Aero Pro 从54降低到45，只进步一点点，其背后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就像96与69一言。如果你这个人快，还想要更快的话，可以再选购新的 Thunder Connect Pro 电竞级发射器，搭配 Aero Pro 就能达到30毫秒的无感延迟。Thunder Connect Pro 本体其实就小小的一个，下方是它的延伸基座，还内附2米延长线，你在家就可以拿来连接电脑、PS5、Switch 等设备，等要出门时再拔下本体，捅在充电盒屁股后面就很好携带了。等于外出打手游跟宅在家打游戏都非常方便使用。可长可短是它的第一项优点，那第二项就我们开头讲的，有发射器才能保障语音加音乐的双向传输品质，避免声音被破坏压缩成16K 的单声道，那能听。简单说，Aero Pro 加 Thunder Connect Pro 的效果就等同于含 2.4G Dongle 的电竞无线耳机啦。如果再讲深一点，这款发射器走的是功耗更低的蓝牙，算率先用上 LE Audio 的双向架构。另外，达发晶片在背后也有帮上忙的。我前阵子刚好去参加发哥举办的技术交流会 ，X-Round 原来就是用达发的 ULL 2.0 低延迟技术当做基底，使音乐呢在 48K 下能跑到 300K 左右的码率。翻译成人话，意思是速度快，声音又不烂啦。身为耳机界的王刚，这种技术总结我可以讲上3天3夜。Aero Pro 的主动降噪方面，采用前馈式降噪，并有多段多模式可调。实测下来，它对于室内低频噪音的消除还算有感，差不多是 Volca 的70%表现。那因为也主打舒适降噪算法，所以耳压感很轻微。环境音上，我觉得就不输给 Volca 了，收音表现很自然。开启后再也不怕打电动时听不到妈妈扯嗓子叫你吃饭。那么它的声学设计上，这一代换上了更大的9mm 镀钛单体，实际听起来 Aero Pro 的声音
音有不少转变。首先，它的低频量感没那么夸张了，下潜虽然偏浅，不过没有吃到中频的表现，人声突出。那中高频整体有获得更高的清晰度，3频衔接变自然后呢，听起来耐听不刺激，也保有不错的定位感。老熟的 Taylor ID 2.0也能帮你耳朵量测出你喜欢的声音。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 X-Round Pro 实境环绕音效，据说是真无线上第一个让你能手动调整虚拟音场的搭载环绕音效。老实说，没什么了不起，算小加分，但非必要项吧。可以 DIY 调整的款式也不少，但我说的可是大耳罩呢。真无线如此小的体积与功耗，还能做这功能，不知道是用多少工程师新鲜的肝换来。Aero Pro 可选择3种预设的环绕模式，还觉得不够满意的话，中间的清晰感、柔和感是让你选择声音要贴耳一些，还是远一点的朦胧美。下方图示类似多声道调整，可调整距离远近，甚至关掉某些声道。左方的垂直音场也蛮有趣的，算改变整个音场是要向上还是向下，概念有点像是仿造电影院抬头看电影或阶梯教室低头看荧幕那种感觉。至于最下面的 Turbo Bass 虚拟低音，强烈建议要打开。一般耳机开虚拟环绕后呢，声音容易变得远远空空的嘛，虚拟低音就是专门来解决这问题的。总之，一整套调下来有许多可玩性啦，让你能针对开放世界游戏、看电影等不同情境做最适合的调整。最后 ，Aero Pro 的通话方面具备物理抗风噪开口、Voice Chamber 降噪舱技术、塞痛侧音、麦克风触控静音，这些听起来跟 Voca 一模一样，对吧？但据说有额外针对电竞场景下的主机风扇声、机械键盘声做优化。它双耳6麦克风的实际收音表现，直接录一段让大家听听看。现在是用 X-Round Aero Pro 所录的声音，你各位听听看。录出来的效果如何 ？X-Round Aero Pro 虽说是 Aero 的下一代，但不像是小改款，它已经升级到像是不同产品了。早鸟价2480元的 Aero Pro 是款降噪低延迟耳机，只要再用1090元加购 Thunder Connect Pro， 它会摇身一变成为电竞等级的完全体。强烈建议一定要加购，一家人最重要的是整整齐齐。组合起来价格不到4K 的它，是市面上有降噪、有双向低延迟发射器、有环绕音效的同类耳机中最便宜的一款。再对比自家大哥 Voca 搭 Thunder Connect 好了，主要区别在于降噪强度跟音质啦。电竞玩家就依照口袋深浅去挑选哦。以上全是鸡蛋再分享，也不会教你想让教这个数位宇宙，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拜拜。